任何一个韩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但是问题是，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担忧可能是李在明包括中国都无法去阻止的，这一点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我们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如何出招。亲爱的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在全网播出的这两天剧视频。大家知道，从韩国时间今天上午开始韩国有一个新总统叫李在明。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耳熟？如果朋友们记得的话，韩国的前任总统尹锡悦，他当时搞军事政变或者搞军事戒严，后来导致他下台，间接直接的就是和李在明，也就是当时韩国反对党的这个首脑进行政治的斗争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尹锡悦已经下台了，被弹劾了。但是在尹锡悦从弹劾到最后下台，以及到今天这个过渡政府这段期间呢，其实韩国经历了很多内部的一个政治真空以及动荡。那么从李在明自己政治生涯来说，现在说是展开了全新的一页，从韩国来说也展开了全新的一页。下面几个问题大概来了。第一个呢，李在明其人，我们当然非常关心。第二个呢，当然是他的政策的脉络，无论是对韩国内部的政经脉络，还是韩国的外交。韩国的外交无非是涉及到对华和对美。那么现在坊间传闻，有人说这个李在明亲中，那么美国很担心，对此到底怎么看？未来李在明的这个对华政策和对美政策到底如何走？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他与美国处理目前的韩美的贸易谈判，他对内的经济问题。他能不能使韩国无论是能够从政治真空，还从目前的经济的困难当中走出来？据韩国媒体内部报道或者分析，说实在的，目前李在明在韩国内部面临的经济困难是空前的，可以说大概是1997年当时金大中事件之后的将近30年以来韩国经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无论是2004年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被弹劾，还是后来的2017年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其实当时的韩国经济都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困难。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展开的贸易战也正在方兴未艾，所有的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但是下面我聚焦重要的就是李在明的外部政策，尤其是对华，还是同时包括对美。刚才我说现在坊间传闻说李在明是个亲华的，那么按照美国人一般的理解，亲华就必然会输美。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一个韩国的总统，他无论是内外政经，他的所有的政策首先是代表韩国的国家利益的。2004年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是一枝独秀，2017年呢，整个的中美贸易战还没有起来，当时的以芯片出口为代表的地区乃至全球的高科技经济还在方兴未艾。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中美关系已经陷入到了相当的低谷，世界各国的经济，当然包括韩国的经济也陷于低谷。那么即便愿与中国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外交关系，他也首先是要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我想作为一个美国的政府的官员或者美国的领导人，对此应该心知肚明。但是李在明这个人确实有意思，他年纪呢今年刚好60岁，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政客，换句话说，他没有任何的以前的一些世袭家庭的政治背景同时呢，他从小出身贫寒，出身贫苦。今天韩国媒体甚至有人形容他说，他少年时期、童年时期、少年时期的经历非常悲惨，能够用非常悲惨2字来予以形容的，我想这可能不是一般的苦孩子所能够经历的童年和少年。另外年轻以后呢，他就成长为一位劳工权益律师，所以他心中有着非常强烈的捍卫劳工的色彩，也就是几乎等同于左派的色彩。所以难怪今天除了美国、韩国等等这些媒体非常关注李在明当选以后呢，欧洲媒体也很关心。我注意到德国的商报用了一个叫 Linkswatch， 就叫左华左华。我想使用这样的词不一定完全精准，就像刚才我说的，任何一个韩国总统首先代表的是韩国利益。但是呢，李在明的个人经历使他未来无论在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还在外部的政治当中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撇开什么左华啦、亲中啦、输美啦，李在明上台之后，他在外交政治上，具体来说就是对美和对华的政策上，他主要可以用平衡2字来予以形容 balance， 就他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我想这对于韩国这么一个半岛之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国，其实这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也是最智慧的
一种外交的努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所谓的平衡外交，今天第一天上任第一天，他在韩国时间今天早上6点21分正式上任的，就已经在美国内部引起了某些的关注、焦虑、警惕乃至骚动。虽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昨天李在明当选之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呢，从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反映的情况来看，根据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啊，这个对李在明未来要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显示出相当大的焦虑。那么相当的焦虑，现在一个就是他有权力阻止李在明靠向中国。刚才我说了，这些完全是多虑的。任何一个韩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但是问题是，美国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担忧可能是李在明包括中国都无法去阻止的，这一点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我们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如何出招。这个本来是没有必要，但是既然美国已经有了如此的忧虑，那么作为一种战略的警觉，作为一种信号，应该引起我们的战略警觉。甚至今天我们了解到，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已经放出风声，说昨天李在明当选，因为他是以高票当选，什么里面有中国的干扰啦、干预啦等等那些无稽之谈。既然特朗普内部已经有如此的在我们看起来毫无必要的忧虑的话，那么他下面一步到底会如何出招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要高度关注台海局势。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韩国内部的情况跟台海局势有什么关系？按理说吧，特朗普本人对台海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也不懂，他也不 care， 他只关心他那些贸易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特朗普周围的那些所谓的鹰派们，他们很关注，所以为了要阻止，用他们的话来打引号说阻止李在明倒向中国大陆，于是他们要在台海那个地方开刀，这样的话来牵制，无论是牵制李在明还是牵制中国大陆。这当然是我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这些分析不是没有理据的。当然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是北京时间的2点30分，距李在明当选1天时间都不到，但是来自美国华盛顿白宫，来自欧洲的反应已经有，当然来自韩国内部，首先是希望他能够把韩国带出政治真空，带来政治稳定，重返宪政民主，因为尹锡悦的这个戒严啦等等，确实不但荒唐，而且令韩国陷入了巨大的宪政危机，同时让韩国走出经济上的一个困扰。但走出经济上的困扰，首先要采取外交上的平衡，这个我想大概是李在明的重中之重的考虑。但是没想到的是，首先这个重中之重的平衡考虑，在今天在李在明上任10个小时不到的时候，已经在白宫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忧虑。那么这个刚才我说出一种信号，我们就不得不警惕了。至于白宫方面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拿台湾说事儿，以至于来牵制李在明的所谓的亲中的这些战略努力，我们当然要拭目以待啊。另外呢，今天晚上我有一场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这个，我也会谈到最近世界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同时和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财富的走向也会密切相关，大家可以关注。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这里，谢谢大家。